大家好，又係我阿 Roy。今日我哋要傾一個創業最基本，但又最多人忽略嘅問題，就係好多新手一開始會因為喺社交媒體見到人哋賣到一啲爆紅嘅產品，就覺得只要識做 marketing 就自然賣乜都得嘅心態，從而有咗做網購嘅念頭。咁諗就大錯特錯啦。創業第一步絕對係產品行先，揀啱嘅產品去賣，盤生意起碼已經贏咗一半。今日就同你拆解點樣揾到呢一件心水產品。繼續睇之前，希望大家先 like 我呢條片，再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對於我呢個新頻道嚟講十分重要。我成日都話 product is king。我哋諗下零售店係點做生意嘅，無論用咩手段吸引到客人知道有呢間鋪頭，啲客未行入嚟都先望鋪面賣咩產品，再決定要唔要入嚟。其次再睇有冇產品吸引到佢哋入去，例如優惠、新產品登場等等。到今日我哋做電商，道理係一模一樣。你啲廣告打到幾勁，精準咁將目標客群引流入網站。但如果碌兩碌，見到啲產品相有蒙，產品內容描述又求其，而件產品根本又過時，又唔吸引，都係一樣損失流量。只有 page view 而冇 conversion。咁究竟點樣先算係一件好產品呢？根據我嘅經驗，一件賣得喐又賺到錢嘅好產品，至少要符合呢5點黃金標準。第一，能夠解決客人心目中嘅問題。舉個例，一個專為香港潮濕天氣設計1秒吸濕嘅防霉神器，又或者係咪滿足到佢哋某種渴望？例如一隻戴上手即刻型仔幾倍嘅限量版手錶。我哋做 marketing 要有針對性，產品亦一樣。洗頭水同沐浴露都會有人買，但係如果你做一個洗頭水、沐浴露、洗手液 N 合一嘅產品，客人就會覺得好奇怪，懷疑呢個產品會唔會做得到同做得好。專注得嚟亦能夠解決問題最重要。第二，要有獨特價值。點解要喺你間鋪買而唔喺其他地方買呢？可能係你賣嘅平啲、耐用啲、原創設計、限量銷售渠道，提供行業最好、最能夠令客人放心嘅售後服務，呢啲都係要你自己去發掘同定義嘅。第三，要有市場嘅需求，你好自然地會覺得自己整嘅產品係好正，但如果太偏門，會導致流量同轉化都偏少，廣告費反而會更貴，同難捕捉目標客戶群。所以唔好賣啲只能夠孤芳自賞嘅產品。第四，盤生意要做得長同埋有利潤，產品要有足夠嘅利潤空間，穩定嘅供應鏈，再配合足夠嘅市場需求，先至可以健康發展。最後第5點就係要有客傳客嘅潛力。一件真正好嘅產品係自己識行識走嘅。啲客用完覺得哇堅過石堅，自然會同佢班親朋戚友瘋狂推介，連廣告費都慳翻唔少。好啦，頭先就同大家拆解咗點解產品係創業嘅靈魂，同埋一件好產品應該具備邊啲黃金條件。你係咪已經開始諗緊應該賣咩呢？不過作為新手，面對花多眼亂嘅產品市場，究竟有冇啲產品類型係獨特性高、競爭相對少、利錢又和味、風險又冇咁大嘅呢？跟住落嚟，我會免費教識你點樣可以揀啱呢啲產品，仲會拆解埋自己發明一件市場上冇嘅新嘢，又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呢？先講揀產品嘅方法，我將會用買手呢個身份去分析以下3點，作為我嘅產品規劃。第一就係進攻 niche market， 唔好一開始就賣啲 common product， 因為呢啲產品往往已經好多大財團大品牌做緊，包攬晒成個底層市場。例如你想賣衫，你冇可能同 Uniqlo、Bossini 呢啲公司競爭價錢，但如果你專攻一個好細嘅群體，例如專為懷孕媽媽設計嘅時裝，或者專為某一類寵物而設嘅飼養商，咁你嘅競爭即刻細好多。但當然要留意唔可以太 niche， 喺你嘅銷售對象同群體都要有一定嘅人口數據先得。呢部分可以透過 Google 或者 Facebook 嘅廣告工具得到更多嘅 insight。第二就係提升產品嘅附加價值，點樣令你件貨唔止係一件貨咁簡單，可能係你嘅品牌故事好有共鳴，可能係你個產品設計靚到可以擺入博物館，可能係你提供嘅售後服務好到令個客覺得好安心去買同用嘅，令到佢哋覺得買你件嘢係物有所值，甚至係物超所值。咁你就有條件賣貴啲，利潤自然高啲啦。舉個好簡單例子，保養期內有壞包換新。第三，對新手嚟講好重要，就係善用輕資產模式去減低風險。咩叫輕資產？例如而家好流行嘅 drop shipping 或者 print on demand， 你唔使預先囤一大堆貨喺倉度，接到單先至叫供應商發貨，或者先至開始生產。咁樣你嘅初期投入資金少好多，就算睇錯市都唔會一次過坐艇坐到翻唔到身。當然啦，呢啲模式有利有弊，利潤空間可能冇咁闊，對供應鏈嘅控制力都弱啲，但對新手嚟講絕對係一個試水溫嘅好方法。但係記得我之前都講過 dropshipping 千萬唔好做 me too product。咁除咗呢啲方向，點樣可以喺產品選擇上聰明咁避開啲紅海廝殺呢？第一就係差異化，唔可以只係人有我有，你更要做到人有我優，唔一定係功能上嘅大突破。有時一個好有心思嘅包裝，一個令客人哇一聲嘅開箱體驗，已經可以令你鶴立雞群。第二，要不斷深耕同細分產品，即係將你個利基市場再細分落去。舉個例，你做寵物零食，可以再細分到專為老年貓子設計，或者係針對有助關節健康嘅機能性保健零食等等。你越專就越少人同你爭，
你亦都越了解你班客嘅真正需要。跟住落嚟就係最刺激，亦都係最高難度嘅一關。如果你想自己發明一件市場上冇嘅新產品，又有咩要注意呢？首先，市場驗證係極度困難。你點知你嘅世紀大發明唔係只有你自己覺得好，而市場真係有人肯俾錢買？你要做好多前期嘅調查，整啲 sample 出嚟試水溫，不斷問人意見，唔可以閉門造車。第二，教育市場嘅成本極高，因為件嘢係新嘅，冇人識用，冇人知點解需要，你要花好多時間、好多錢去做市場老師，教識消費者，呢筆學費可大可小㗎。第三，研發時間長，燒錢亦都快。由一個概念到一個真係可以賣得出街嘅產品，中間可能要經過無數次失敗、改良，而呢個過程往往除咗錢同時間，更加多嘅係一個強大嘅信念去支持。第四，就係要小心啲 copycats， 一旦你好辛苦咁驗證咗個市場，證明你件嘢係掂嘅，好快就會有競爭對手抄襲，仲可能用更平嘅價錢、更快嘅速度推出市場，瓜分你嘅創意成果。所以話呢，揀啱產品絕對係創業成功嘅基石。無論你係選擇喺利基市場深耕細作，定係夠膽挑戰自己去發明新嘢，最緊要都係要做足功課，認清自己嘅優勢同埋局限。不過我可以先同大家講，如果係我依然會選擇透過自己創造產品，開拓市場，多過去買人哋嘅貨去做生意。而呢個話題實在係太長啦，唔太適合喺 Shorts 做講解。有興趣嘅朋友，麻煩你哋俾個 like 同留言話我知。如果多人有興趣嘅，我會繼續出長片仔細講解。希望呢集嘅分享可以俾到各位創業準老闆一啲啟發。如果你仲有咩創業上嘅奇難雜症，或者想我拆解其他 topic， 記得喺下邊留言話我知。訂閱我嘅 channel， 下次再同大家拆解更多營商秘笈。Enjoy！